当你进入展厅的时候，观看这些社会的变迁、人生的遭遇，会感受别人的欲望、痛苦。然后你拐过一个弯，你可能会吃一个菠萝油，你又回到了日常。它就像我们人生的剧场。从最早的1995年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时期的舞台剧开始，到今天2021年的 AR 增强现实作品，都高度的浓缩到展厅里面了。我是出生在1978年，80年代南方广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城市之一。当时创作《谁的乌托邦》的时候，我在广州郊外的这个工厂里面，我们有大量的记录素材，呈现这个工人跟半自动化生产、肉体跟机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出现的女工，她自己在宿舍里面就放了一套孔雀舞的裙子。我说你能在我的镜头里面表演这段舞蹈吗？她说可以。将工人们的一些梦想变成了工厂里面的剧场。现实我觉得它是充满复杂性的。广东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么一个后台，经历了很多转型期间的苦痛，才会有后来中国这样一个腾飞的时刻。我关注他的作品有接近20年的时间，半有一半工作的一个关系。曹飞的创作是以这个影像作品为形式，但其实背后每个都是涵盖了大量的研究和调研。那个时候呢，出现的一个作品，其实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里面是比较罕见的。快进到这几年，他又做了亚洲1号这么一个可能是整个长三角最大的一个物流中心的一个有点科幻色彩的一个影片。从2016、2017年开始，很多产业已经开始进行了无人化的生产，所以才有这个亚洲1号里面的一对男女加机器人呢。在过去《谁的乌托邦》里面，你看到满满的都是工人，但是在这个现场里面，你看到都是机器跟货品，到底这些人去了哪里？在这个奥运前夕，我身边各行各业的朋友都北上了，我也被裹挟进去了，所以就来到了北京。还没有接地气，就没有跟这里的生活完全连接的时候，就突然我接触到第二人生，最早的一个全球的社交平台之一，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的动物声友会，以化身呈现的交互的社交平台。中国翠 C 其实是我最早登录第二人生的注册的一个名字，所以我每天8小时生活在线上。后来创建了人民城寨这样一个虚拟城市的，大概好几万平方米嘛。它是浓缩了中国当代城市化的标志，你能看到工地、烂尾楼、城中村、CBD， 很多年以后的像遭遇过冰风暴以后的鸟巢，融合了想象和现实。我记得07年我们在迈阿密巴塞尔博览会，然后他直接在这个展场里面做了一个 R&B City 里面的这些地产的一个类似于预售，我们也不太懂。艺术家就是一个预言者，他们从一个非常个人的和这种充满创意的这么一个角度来预见未来的方向。在虚拟现实里面的沉浸4、5年，我觉得足够的长。当我回到现实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是2个小孩的母亲了。
再出现的作品就是埋，回到残酷现实。Tu n'as rien vu à la town. Rien. J'ai tout vu. Tout. 像 La Town， 它是用模型1:87跟人类的比例来呈现的一个迷你的末日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这种陷入的危机，给予我们的一种不安。2015年开始将红霞影剧院作为我后来5-6年时间内的一个研究对象。其实红霞背后的这个单位呢，是北京有线电厂，生产跟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来到的时候其实是空无一物的，你们能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艺术家想象式的复原，包括手工对红霞影剧院进行了建筑物理上的测量，重建这个影剧院的虚拟现实。那么观众戴上这个 VR 眼罩，他能够穿越到红霞影剧院的过去。而电影荧幕上又投射着1950几年的一个黑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它也是一个错位的时空。最后的展览呈现上呢，其实叙述的是中国电子工业的一个历史。一个复原的电影院的里面，沙滩一直延伸到屏幕的边缘。电影《星星》它是一个虚构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科学家在发展时光机的过程中，将他儿子的肉身变成了数字。由于这一项目的失败，他儿子永远留在了这个计算机的内部。我想通过这样的一段的叙事，带给我们对这个历史时空的思考，进步跟牺牲之间的关系，个人情感跟宏大叙述的关系。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潮流青年，喜欢流行文化，喜欢街舞。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第一个算得上正式的作品，我就这样歪打正着误闯了当代艺术圈。所以我经常说他是中国第一个年轻艺术家，因为他刚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艺术圈，然后他是以这种小朋友的身份就是加入进来的，然后就是一直成长。我们面前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对过去的中国的一个索引，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索引。时间跟空间的交叠、错位都展现在这样的复杂的时代舞台里面，它也充满着饱满的复杂的感情。